你根本不用出门，你就可以把垃圾丢掉，好不好？马来西亚斑马线有跟没有是一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史盖哥的频道。那么在新加坡工作这么多年了嘛，今天呢就来告诉大家新马大不同的5个差异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，我的频道呢主要是分享一些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文化差异。最近呢可能会开始拍一些旅游影片，还有一些日常跟开箱。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话，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呢，新加坡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你平时洗碗的地方，你知道那个水龙头你一打开，然后你就可以马上装在杯子里面喝下去了。在马来西亚呢，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你这样喝下去的话，身体弱的话可能就会拉肚子，身体比较好的喝久了也会对身体不好啦。因为我是做餐饮业的嘛，不管是从小的餐厅到比较中等的，甚至到大酒店、5星级的大酒店，他们免费供你喝的那个水呢，ice water 呢，其实都是直接从水喉水里面打开起来的。但是呢，在新加坡呢，这是安全的，只是水喉水喝下去会有少许的一点点的味道，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味道，就是会有一点点味道。我本身是习惯了先煮过的水再拿来喝，所以去到新加坡之后呢，很多时候除了工作太忙啊、太渴，我才会直接开那个水来喝，不然的话在家里的话都是煮过之后才会拿过来喝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新加坡呢设有很多这个骑楼，就是叫做遮雨走廊，尤其是在 HDB 呢，其实下雨的话你基本上不用怕淋到雨，就是说下雨的话你忘记带伞呢，你也不一定需要淋到雨，你就可以回到家了。HDB 呢都会有这个走廊通到去巴士站或者是这个 MRT， 所以有时候从 MRT 出来，你可能只要绕稍微远一点点的路，其实你不用带雨伞，你也是可以回到家。这是我在新加坡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。我每次都跟我朋友说，哎，新加坡下雨你不用怕没有带伞，只要你去到 MRT， 你就可以不用淋雨的回到家。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会有淋到雨的啦，但是呢还是可能你只要转一趟公车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完全不用淋到雨了就回到家了。第三个呢，我是觉得很神奇的东西，就是新加坡的 postal code。 在新加坡呢，你只要记住你住的地方或者你要去的地方的这个 postcode， 就是邮局编号，只要告诉你的 driver， 或者是你要 Google Map 寻找这个地方，你只要打下这6个号码，比如说107435之类的，就6个号码，你打下去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了，你也不用去记很长的地址啊还是什么。如果你要回家，你要搭 taxi， 你忘记你自己的地址，你只要跟 taxi driver 哦，我在几号几号几号，比如说你今天你是在730520，他只要输入这个编号就会找到哦，你是住在这个520的 block， 然后你只要记住你在几楼，你的门牌几号就好了。其实你也不一定需要知道你住在哪一条街，只要你给一个 postal code就可以去到一个地方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地方。这个东西呢，我之前做 Foodpanda 嘛，是非常非常有感触。在这里，即使那个人把地址给我了，我去 Google Map 再搜索这个地址，我还是找不到那个地方。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新加坡做得非常好的地方。当然，它地方小，可能比较容易控制。那么这是题外话了啦。第4点呢，就是丢垃圾的地方。在新加坡，你要丢一个垃圾，你根本不用出门，你就可以把垃圾丢掉，好不好？在马来西亚呢，你要丢一个垃圾，可能你还需要就是打包起来，然后走到外面有一个就是专门收集垃圾的地方，然后你要去到那边把它丢进这个大的垃圾桶，然后才有垃圾车把它载走。就好像台湾也是，我去过台湾你还要追着那个垃圾车，就是你分类好之后，你就要等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，然后马上冲出去马路等，然后就追丢上那个车，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。一些比较旧的 HDB 里面呢，不管你在几楼啊，房子里面都会有一个垃圾槽，你只要打开往那个洞里面丢，然后就直接从8楼这样咻嘣掉到1楼的那个储存垃圾的地方，隔天就有人来收那个垃圾，非常非常方便。比较新的建筑呢，都会就是不会在家里了，就会在外面一点的。我之前住旧的是在家里面，然后现在新的这个呢，它是在外面，你可能就要出个门，你也不用下楼，你就在你那个楼层，每一个楼层都会有一个丢垃圾，就是这么方便。但是也有不好啦，就是如果在家里面的话，其实会引来很多蟑螂，而且那个地方其实还蛮肮脏的，通常会设靠近厨房或者是晒衣的地方。那么最后一个东西呢，是斑马线。为什么我觉得斑马线跟马来西亚不同呢？斑马线不就黑白或者是黄白？没有错，斑
斑马线全世界的斑马线几乎都长一样，但是新加坡的斑马线跟马来西亚斑马线实在是非常不一样。新加坡的斑马线，比如说一台车来，然后你看到车来，你就想说先让车坐，先让车过，然后呢，车子它不会过哦，它会停下来哦，因为它只要一过被抓到就要罚款了。就是中罚单了，一定要先让行人先走。刚去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就走到斑马线就，有车来，我就赶快停下来，想说等那个车子过，结果他也停下来，然后就造成一个好吧，那我先过，这样尴尬的场面。马来西亚斑马线有跟没有是一样的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 JB， 我要去过一个蛮大条的街道，就想我就来走看看这个斑马线。我也不敢直接过，我就先看看，真的要等没车你才过。如果在马来西亚你斑马线这样慢慢走的话，那个车来他不会让你哦，他就是直接扒你说你赶快闪开，我要过了，这样就是有跟没有是没有分别的。还有就是红绿灯，我在我这里有一个红绿灯，那个红绿灯其实我不知道有什么作用，它是一个人行道，就是斑马线的人行斑马线的一个红绿灯。新加坡的话，你按了之后，它就亮灯，亮就是青灯，然后你就可以过嘛。这里的你按了根本就没反应啊，它就按了，然后它就 forever 它都不会变成绿色的人，然后永远都是红色。之前我就看到有人在那里等，我就想其实你不用等，你就直接过算了，因为你等到明天他都不会让你过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新加坡的斑马线才是斑马线，马来西亚的斑马线就纯粹画爽而已，就是没有它的作用。那么你们还想要知道新加坡的一些什么东西，工作之类的，还是生活环境之类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么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